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抄家一事，不仅让特朗普本人再次站上了舆论巅峰，也让外界意识到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小觑。针对 FBI 搜查海湖庄园一事，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暗示，一个大的回应正在酝酿之中。Former President Trump ha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strong comments, and I'm just going to quote from some of them. He refers to what he calls, "They have no shame, they are destroying our country."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特朗普周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项与美国宪法第4修正案有关的重要动议将很快被提交，内容涉及在极其重要的中期选举之前非法闯入海湖庄园。他宣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并指责美国当局监视其竞选活动。特朗普并未提及重大举措到底是什么，但他提到的所谓美国宪法第4修正案内容为禁止政府对任何个人和私有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进行无理扣押。我猜测呢，可能有这么几个动作，一个是呢，继续在舆论上加大这种发言的力度，我想主要的呢就是渲染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想这一招呢，对于这个支持他的这个选民来说呢，应该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可以在这个舆论上呢形成对对手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呢，他可能会寻找一些法律的途径，做一些起诉啊、指控啊这方面的东西。就在外界猜测特朗普所说的重大举措究竟指的是什么之际，他的次子埃里克出来替父发声。埃里克在周4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不仅抨击 FBI 执法野蛮，还透露他们手里保留了 FBI 搜查海湖庄园的监控录像，正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对外公布，以此暗示 FBI 在搜查过程中可能存在违规情况，并很有可能被监控拍到了。My father has been so cooperative. I mean, and that's what doesn't make sense to the whole family. My father said, anything you guys need, let me know. Anything you need, let us know. Like, peopl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They're targeting Donald Trump. They're targeting his family. They're targeting everybody around him. They're targeting his lawyers. You still have the surveillance tape. Is that correct? Are you allowed to share that with the country? Absolutely, Sean, at the right time. All right. Eric Trump. Unbelievable time. 与福克斯新闻力挺特朗普相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从多角度对特朗普展开攻势，并梳理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经常把国家当自家、公私不分的言论。According to 3 of Trump's advisors, as quo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when asked to return the classified documents, Trump said, quote, "They're mine." The ex-president often claims that things that actually belong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his. I want my generals kicking ass. All I can do is ask my generals. I authorize my military. My people are not shy. My people are so smart. In my Justice Department. I want my farmers. I love my farmers. Look at my African American over here. 8月8号，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授权 FBI 突击搜查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刑事搜家的前总统。美国前联邦检察官内阿玛·拉赫马尼认为，此事等同于点燃了一个政治火药桶。FBI 当天从特朗普家中带走了10几个箱子，宣称包括11份机密文件，其中一部分被标记为绝密或敏感隔离信息。白宫办公厅前代理主任米克·马尔瓦尼对 CNN 表示，虽然他从未看到特朗普故意销毁重要文件，但他曾多次目睹特朗普撕碎文件。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特朗普任职期间，白宫工作人员经常在总统官邸的厕所里发现撕碎的印刷纸。Curious, that's not supposed to be there. 特朗普在任时对马尔瓦尼非常不友好，甚至当众呵斥他，要他滚出去。在遭解雇后，马尔瓦尼向媒体曝光特朗普的丑闻。他这次预测，可能有6到8个与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掌握相关信息，并成为 FBI 的线人。对特朗普不利的消息还包括，当地时间周4，特朗普家族企业的前首席财务官艾伦·魏塞尔贝格同美国检察部门达成认罪协议，承认税务欺诈、伪造商业记录等全部15项指控，并同意做特朗普集团税务欺诈案的污点证人。魏塞尔贝格现年75岁，为特朗普家族效力将近半个世纪，被视为特朗普在生意上最忠实的助手之一。去年7月，受纽约州检方起诉后，他从特朗普集团的首席财务官转任高级顾问。对此，特朗普集团发表声明称，魏塞尔贝格是可敬的好人，一直遭受执法部门，尤其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骚扰、迫害和威胁。对方出于政治动机，一直想要拿下特朗普。
那么这次事件呢，不管拜登政府他怎么否认，我想呢，它事实上都是一种现任政府的这种官员对于前任的卸任的总统的进行的一种行动。我想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但是非常罕见，特别是在冷战之后。但是现在闹成这样的局面呢，我想对于这个美国的民主体制来说呢，也是一种冲击。至于该案到底会对特朗普造成多大的影响，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庭审开始于10月24号，而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8号投票。虽然庭审过程中可能会曝光特朗普集团更多商业操作内幕，但特朗普的支持者根本不会在乎。路透社周四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在很大程度上站在特朗普一边。而在周二的共和党内初选中，特朗普支持的哈利亚特·哈格曼大胜反对特朗普的丽兹·切尼超过20个百分点。后者是前总统切尼之女，一度被视为2024年美国总统的热门人选之一。她曾支持弹劾特朗普，现在担任调查特朗普的106委员会副主席，是共和党内建制派反特大将。丽兹·切尼在党内初选中落败，显示共和党对特朗普已经失去制约能力。事实上，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为超过200位候选人背书，其中约180人已经胜出。特朗普也被视为共和党的金手指。有舆论担心，共和党已经成为特朗普党。而特朗普的卷土重来不仅进一步撕裂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党争，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的互撕。福克斯新闻它有个统计，就是说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在初选中被特朗普支持之后呢，胜率是91%。那么首次参选的呢，被特朗普支持之后呢，他的胜率是71%。我想这都是压倒性的。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共和党内部呢，我想还是一种特朗普主义占上风的这么一个情况。事实上，在 FBI 发起抄家行动后，特朗普利用这一事件塑造受害者形象，获得不少美国民众支持。据美联社报道，在美国右翼媒体的渲染下，特朗普一系列发言正在煽动他的支持者对 FBI 和整个联邦政府的不信任。FBI 和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联合情报公报警告称，针对联邦官员和政府设施的网络暴力威胁正在增加。这些威胁包括在 FBI 总部前放置所谓的脏弹，以及呼吁内战和叛乱。公告还指出， FBI 特工和其他官员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已经被张贴在网上。与此同时，部分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开始展开报复行动。上周，一名身穿防弹衣、手持突击步枪的男子试图闯入 FBI 位于辛辛那提的办公室，随后他在与警方交火后被击毙。另一名男子则开车撞向美国国会大厦的路障，然后朝天开枪，最后引弹自尽。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拜登的支持率却跌跌不休，美两党都急需一场重大的胜利博取民众好感与支持。另一方面，给前总统搜家是美国历史上头一遭的大事儿，无异于直接撕破脸。可以预见，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向美国袭来。所谓的这个抄家事件呢，我想这个是在1月6号，国会山暴乱之后呢，再次冲击了美国人对于这个所谓的美式民主这种体制还有道路这方面的自信。他卸任了美国总统之后呢，他实际上成了一种特朗普主义的代言人，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共和党的一种精神领袖，是这种一种这个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的这种灵魂人物。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名下集团前首席财务官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会对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前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确实，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在沉寂1年多以后，美国政坛又再度刮起了一股异常奇特的特朗普旋风。这个旋风的典型特点就是，一个方面，随着特朗普被卷入的弊案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确凿，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他本人甚至有可能会因此而坐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在共和党内的声望却是越来越高，凡是经过他钦定的候选人几乎都可以过关，凡是他反对的候选人，包括共和党内的政治大佬丽兹·切尼在内，几乎都落选了，以至于现在的共和党内呈现出了一种顺特朗普者昌，逆特朗普者亡的歪风邪气。我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有3个，其次，特朗普再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政治操弄，也就是把最近国会与司法部门对他的所谓的弊案调查都歪曲成了拜登与民主党对他的政治追杀，目的是为了阻止他2024年再度参选美国总统。
也就是说，特朗普打悲情牌效应再度成功了。第二，尽管出现了这么多的丑闻，但特朗普的那批死忠粉仍然对其初心不改。这批死忠粉可不是一般的民粹主义者，而是美国国内的那一批宗教保守分子，他们可是把特朗普当成了神一样在崇拜。第三，特朗普之所以能够造神成功，主要还是得益于其对网络舆论与社交媒体的操弄。特朗普在互联网上拥有数千万粉丝，可谓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的任何一家正规媒体。这就是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账号被封了之后，又亲自创办了一家所谓的真相社交媒体的平台的原因。特朗普不仅利用社交媒体把自己的封神与造神运动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还利用其号召追随者攻击美国的司法办案人员，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不仅利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操控了美国的数千万死忠粉，而且也利用它操控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这是美国式民主制度运行200多年以来遭遇到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涉案之后的自保动作不仅会进一步激化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党争，而且会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甚至有可能会挑起美国的第二次内战。您对此如何看？我仍然坚持认为这一说法言过其实。截至目前为止，特朗普真正操控的还只是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党内初选，并不是真正的中期选举。我认为在特朗普死忠粉都是共和党内的保守派，而且这些保守派又是共和党基本盘的大背景下面，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特朗普也碰到了自己从政生涯上的死结，也就是其政治影响力被牢牢地定格在共和党的基本盘当中，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扩展开来。不仅如此，在当前的美国社会，支持特朗普的人有多么的虔诚，反对特朗普的人就有多么的强烈，而且后者的数量要明显超过前者。这样一种政治情势不仅会制约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也将成为特朗普2024年再度问鼎美国总统宝座时一个难以跨越的瓶颈。也就是说，特朗普当前呈现出来的仍然只是窝里斗的本事，他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成功的左右共和党内的初选，但是却左右不了年底真正的中期选举与2年后的总统大选。我想这就是特朗普至今不敢正式宣布参选2024的原因，也是共和党内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要把他拉下神坛的原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特朗普旋风的再度兴起，与其说是美国社会或是民主党的麻烦，不如说是共和党自身的麻烦。假如这样一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未来的共和党将会变成名副其实的特朗普党，并且会因此而产生3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一是，被特朗普所绑架的共和党将会被迫背起特朗普身上的所有罪与罚，未来美国的司法部门对特朗普的审判与定罪将会变成对共和党的审判与定罪。第二，特朗普所操纵的那一批民粹主义分子与宗教保守势力将会在共和党内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共和党越来越偏激，不得不在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的道路上狂奔，并进一步背离美国的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念，并最终被美国的主流社会所抛弃。那么第三，以刚刚在共和党内初选中落选的利兹·切尼为代表的共和党内反特朗普的势力正在快速形成与聚集当中，这有可能会导致共和党的分裂。所以当下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形势已经变成了，特朗普为了逃避司法弊案的追查，必须要绑架共和党去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而共和党要想走出当前的政治困境，又必须要摆脱特朗普的绑架与束缚。也就是说，挺特朗普与反特朗普已经由民主党与共和两党的党争演变成了共和党的内斗。